湾那么热那么冷，很南国很北地，腰上横挂一条北回归线，从零到将近4000公尺的海拔高度，复杂多变的3度空间，加上时间气候的多样配置，这种风土条件世上仅有，产出的美味不止舌尖上，还印刻成文化的 DNA。比赛时间180分钟，从待会8点半。在花莲养的这个本土的这个牛，那我们用它的牛的这个牛腱心去制作我们的今天要比赛的这个前菜。我们还要选用我们新竹县宝山乡的绿竹笋。我们选的是台南的一些特有的一些食材，比如说这个红姜黄。那这个东西其实很少人看到，它是野生的山苦瓜。其实都希望是用在地的一些食材去做一个烹调，这是那种小时候吃的味道，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小时候。各家主厨精心挑选在地食材，试图透过美食摸索出台湾的底蕴。然而，台湾味究竟是什么？一方水土一方人，一家饭菜一家人。家的味道是每个人最初的台湾记忆，这个记忆总特别难忘，因为有爱当佐料。不过这家人记忆的佐料是使命。我们那个时候吃妈妈的味道都是吃剩菜比较多，我们会吃她研发的过程中的一些不成功的作品，等成功了之后，那道菜在我们家就不会再出现了。孩子是白老鼠，厨房当实验室。陈安琪有位靠着锅铲打天下的母亲傅培梅，她对中国菜她其实蛮多坚持，她就觉得中国菜还是有一些规定、有一些规矩的，不是说随便能够改变。傅老师教菜40年，4000多道菜肴，细数8大菜系，道道有坚持。然而，继承衣钵的女儿教菜符合时代潮流，会教简易做法，少盐、少油、少糖，无法100%忠实呈现傅培梅食谱。但有些传统不准舍也舍不得，像是母亲那以虾米提鲜配大白菜熬制的独门炸酱面。我觉得炸酱面对我们家的影响都蛮大的，因为我们北方人嘛，就是有一句话说是这个上马的饺子，下马的面，就是你上马要离家了，要出门了，你要吃饺子。像我记得我结婚的时候也是拜别父母之后吃了饺子，然后出门就嫁出去了，回家吃面，所以一回到家你就吃到面就有家的温暖，有家的感觉。所以会想到妈妈，会想到家里头吃面、吃晚餐那个团聚，爷爷奶奶在一起，我们吃晚餐的那个情形。炸酱面好不好吃？好吃。好，这个我们家再给我一点酱，有那个家乡味。很多事情就是这种小地方点点滴滴的，都会让我想起妈妈。我妈过世10几年了，都是没有办法，都会想到她。傅培梅对传统炸酱面的坚持，成为孩子心中家的味道，从中慢慢品尝出妈妈的台湾味。他就借着他跟不同师傅学菜，像我们家其实各种地方的菜都吃得到，所以我觉得台湾现在是一个大熔炉，整个世界上所有的料理，其实我们台湾都吃得到。现在等于是一个非常多变化、比较包罗万象的一个味道，就是台湾味。台湾家庭的餐桌就是多元移民文化的缩影。以鸡为例，河洛人吃白斩鸡要沾蒜头酱油，客家人吃白斩鸡、盐焗鸡则偏好沾橘酱。至于原住民吃鸡是先烤再说，佐料常用刺葱等香料入味。而台湾餐馆最常见的三杯鸡，一说是起源于江西，在台湾神家一笔9层塔，至今成为台湾招牌。其实细细爬出饮食背后的渊源，餐桌上就可理出台湾的历史脉络。一开始出现就是在日本殖民时期，日治时期，那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殖民地的新的口味，所以就是把它称之为台湾料理。
台湾料理一词出现始于日治初期，对殖民者而言，台湾料理是日本领土内的特殊地方菜色之一，但本质上其实就是中国的宴席料理。直到1920年代，台湾料理才有了意式的萌芽。那金银烧猪其实在蓬莱阁当时，它里面的调料其实都是中式的味道，所以我们你看用了豆腐乳，用了可能甘草粉、五香粉，甚至有少许味噌。那味噌为什么会有可能异国的这一些调料？当时其实外来人口很多，日本人、俄罗人、那个福建人，就是经商的人很多，所以台菜其实是一个很融合的一个料理。根据菜谱与老师傅经验重现的这道金银烧猪，是蓬莱阁的招牌宴席菜。当时一套完整宴席菜数约有12道，出菜顺序是1道汤菜、1道干菜。来到第7道料理时，会送上像是扁鱼春卷这样的咸点心，代表宴席上半场结束，中场休息。期间贵宾可以去打个撞球、洗个澡、剪个头发，休息后再继续吃下半场。这时的台湾料理不仅有自成体系的宴席文化，里头甚至暗藏对抗意识。张山楼跟蓬莱阁他们的菜呢，其实很多都是取自包括像闽菜甚至有川菜或者是广东菜。到了台湾之后呢，包括台湾所使用的这个食材啦，或者是烹饪的手法啦等等，其实也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认为其实已经是具有台湾料理的特色了，其实是慢慢的台湾料理有一点从他称转变为自称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背后有着无奈，经营者新建气派酒楼，进口昂贵食材，制作精致料理，让在台汉族料理发扬光大，为的是和日本人引进西洋与日本料理抗衡，展现被殖民者的自信。然而，随着2战开打，台湾料理又被重新定义。就是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所有的食材都缺乏，那尤其很多东西是配给才能有，那配给的食物又很少，那所以大家在食物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就反而会去追求在地的这些食材来制作的这些乡土食。拢互公所摕摕去，伫阮若挂起来，就好摕摕去啊。拢供出咯，但是你当若要偷食米，就爱下，就爱蒸。哦，真艰苦，人我这代真艰苦。你到头尾？头前。头菜。我讲因为土骹无空啊吼，困迄温床啊，因为古早温床啊，温床那家己一坑啊。台湾传统家庭的烹饪方式以水煮与腌制最为普遍，而用盐腌制各种水产品制成的粿，则是台湾西部沿岸以前经常出现的乡土食之一。这就是粿粿。粿好。迄山内的粿。偌济虾啊，偌济盐。爱切。爱切啊。一斤虾。1斤虾。4两盐啦。1斤虾啊，4两盐。有别于物质丰裕的时代，2战期间，稻米、猪、鱼、食用油等食材都在配给管制之内。居民为了寻找替代品，会去溪边捞虾、抓螃蟹、青蛙食用。曾被视为寒酸菜肴的腌制品，也成了桌上的佳肴。一场战争扭转了台湾人对食物的偏见。颠覆进口昂贵才是好食材的想法，用台湾随手可得的在地食材制作符合生活习惯与需求的乡土食，也给了同样受管制的饮食店许多灵感。像1939年成立的纯台湾菜馆山水亭，就将当地人熟悉的家常菜或乡土食变身成宴会菜，并赋予台湾料理新的本土意识。山水亭的创办人是王景全，那他们是一些文化人，其实他们在战争的时候深感于台湾的生活文化因为皇民化运动的影响，所以台湾的日常生活的文化慢慢的消失掉。那他们觉得这样的消失对台湾人来讲是一种危机，
所以他们有必要把台湾人的生活习惯加以记录调查，甚至进一步去实践它。调查、记录与实践，让当时的台湾料理反映出台湾人共同的生活经验与情感，也成为现在建构台湾饮食文化的重要根据。就是台湾从以前因为都是受别人统治，我们的食物其实很容易去累积一些我们自己的特色，可是很容易又遗忘掉，造成我们在文化上的一个自卑感。对我们做历史来讲，把它的这种菜的背景，包括谁来做的、什么场合来做的、怎么制作的，它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把它记录下来。那这次记录下来，有一天或许它会变成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被采纳、被采用，然后继而被推广出去。历史能成就台湾味的深度，但学者总怀抱着迫切感奔走乡间，赶在长者凋零之前取得口述历史。因为战争结束后，山水亭歇业，文人四散，台湾料理的文字记载也宣告终止。战后的台湾则开始实施节约政策，例如上餐馆消费会具体规范一人只能够点1菜1汤，4到5人是3菜1汤，10人以上就是吃6菜1汤。餐厅的菜色也大幅简化，种种规范间接加速日治时期台湾料理文化的没落，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乡愁的台湾味。日本人离开了，那来了这个国民政府，那同时还有就是100万的大量的移民人口也进入到台湾来哦。那所以这时候我们看政治精英跟文化精英其实都换了一批人了。那所以他们的消费喜好跟消费就是习惯其实也截然不同的。与此同时呢，就来了一批新的这个餐馆的经营者跟消费者。外省人带来的菜肴其实也反映着阶级，像是国民政府的高阶要员多出生于浙江与江苏，让江浙菜一度有官菜之称，在餐饮市场独领风骚。另外，川菜跟湖南菜因为口味重，在外食人口逐渐增加的社会风气下，渐渐的被本来不太吃辣的台湾人所接受。多元的外省家乡味在台湾落地生根，1960年代开始成为台湾饮食市场的主流。不过，随着经济起飞，台湾味却面临新的挑战。那工业起飞以后，就农业受到影响，就是也跟着商品化、商业化嘛。那商业化的结果当然就是更大规模的生产，大家比较的是比较利益，也就是怎么样去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量，所以慢慢就变成集中在少数几种商品。280卖200的啦，台北涨8磅好回低啦。你走到肉摊就是都是肉的味道，然后鱼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海鲜那种新鲜的味道。我是听到啊，鱼一把这才280块哦，一定我知道台湾在市场。何顺凯是位厨师，一位烦恼的厨师，因为他遗失了一些味道。这有什么不同？味道是这个奶油味比较重，黄色的味道会比红色再重一点。这个很少看到，因为那个是南美墨西哥的辣椒。哇，这个是哈拉贝内牛。你去吃 Subway 或是去吃汉堡的时候，然后你说你要墨西哥辣椒，但我买到都是罐头的，然后这个是新鲜的，蛮有趣的。跟我跟谁买？我去这个菜摊看，跟去下一个菜摊卖，他卖的东西大概都是8、9不离10，都是差不多，跟我10年前到今天差不多啊，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Alright guys, new order table 24. Start 2 5 course. I had 2 shrimp, 2 soup, 2 egg, 2 octopus, main course, 2 lamb piece. 机械化给了农业方便，靠劳力的作物进而被商人与农人冷落，导致市场上农业物种多样性不断降低。同样，食材品种也是。去年我用了黑色的大根，就是皮是黑色的，然后台湾有，南部有人种，然后他们有种了1年之后，他们发现销量很不好，不符合经济效益。对啊。那他干嘛种给你？
对农夫来说，胡萝卜、白萝卜、黑萝卜虽然各有各的味，但现实残酷，没市场的就不是好味。久而久之，消费者的选择就越来越少。你在国外的市集，你会发现他们把所有植物的品相写得非常的清楚。法国草莓有一个叫 Mio de Blanc， 有一个叫做 Garrett， 大概有3、4个品种。台湾没有人管你的，他们会把品种写出来。所以根据你的用途，你喜欢的味道去买你所喜欢的品种。台湾没，台湾就是比大粒的、比甜的。消费者喜欢比甜、比大、比 Q、比脆、比美观，然而在追求极致的过程中，也有可能忽略的现象。比如说像高丽菜，有时候是可能过度的投种，因为他觉得现在这个价格好，然后所以他就跟随这一个种植的。算是一种风潮。如果这样的风潮一旦发生，其实在追求产出的状况下，它可能就会没办法避免的去比如说用药啊。厨师该是最了解食材的人，郭廷伟却对自己无法掌握食材安全与成长背景感到无力。更令他无力的，还有这样的日常对话。我们跟一个菜贩、一个阿姨买菜，我们可能会问她说：“哎，阿姨，这个东西是哪里来的？”不知道在哪里，台湾人不知道哪里。其实我想要了解它是哪一座山。南部。但通常我们是得不到答案的。这个是鱼菜共生的系统。那其实鱼菜共生它可以有很多种样貌，但主要的构成其实是透过一个封闭水体的循环。那给肥系统的话，我们是透过养鱼的废水，然后成为蔬菜的肥分。这个蔬菜把肥吸收掉之后，也等同于净化了水质，我们就再把水还给鱼。想解除这股无力感，郭廷伟一股傻劲，在餐厅阳台装了鱼菜共生系统，自己种菜、养鱼，甚至走访产地，希望建构一个全新的产业链。我底下那边其实那个水箱底下那边已经开花了，对我草皮啊，害我是唔知要甲破了，我要破了。我非常喜欢王大哥，他在于农耕条件上的一个观念，就是他的认为是，一个农作的生产，它应该是跟自然共生的。这个是大碗草，其实它是野草啦，就是很漂亮，所以就整理一下，就让它在这里野生了。不忍心把它砍掉。我们希望的是说，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适度的去截取我们需要的这些植物，来充实我们的蔬食了哈。其实永续的概念就是要融入自然啦，不以强求的方式去掠取这个自然界里面的资源了。以适地适种为目标，郭廷伟成为自己餐厅的中间商，请托农夫在不使用农药的情况下种植多样性食材，实地参与播种、采收，确保食材安全，再以合理的报酬收购。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必须串联更多有志之士。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有一点点像是，投一颗小石头到池塘里，也许激起了一点涟漪，所以我们或许很多人一起参与这样的事情。最喜欢它吧？好像是这个那个，对对对啊，这个大家应该会吓死。这个叫柬埔寨布朗，摘一片，真的很酷啊 ，cumin 的，有点 cumin 的味道，对不对？对对 ，cumin 的味道很好玩。就是当大家一直不断投这个石头的时候，也许可能它会激起一道浪，也不一定这样子。对，这是我们希望可以去达成的。餐厅主厨们走入产地，互相交流，透过农夫了解四季产物的特性，并融入料理中。水香摘，这不错啊。然后那边有摘繁殖，有很多啊，那这有种，所以这已经可以，就现在这已经可以买了吗？还没可以买了吗？王大哥，最近可以买了吗？还没有啊，没有，因为我现在有羊啊，然后刚好可以放。羊可以，这可以。可以了，这个我可以找到给你。香茅啊，就是它，香茅。我去做东西嘛，这些食材我知道它从哪里来，它没有撒农药，它没有就是乱七八糟放一些改什么基因那我 whatever， 对，不会去弄这些东西啊。那我自己看过它的生长环境，然后认识这个种的人。那我端上去的时候，我也比较安心，对，我也不用怕说，我不知道这个从哪里来的，
他们也很用心的在照顾在种。那你可以看到他们了解，你看它的生态，它怎么长的，然后人这么用心的在顾他们。你在用他们的时候，反而我觉得有多一份的那种尊重跟不要浪费它。嗨，你好，第一道的 snacks 呢就是龟派 tea， 然后我里面的那个九和叉、那个 carrot 啦、cuttlefish 这些一样的 flavor， 还是我没有去变它。那上面的虾子我是用这边的那个牡丹虾，然后我们去炙烧 ，touch 它一点，那上面就放一些 herbs， 去让它比较 refreshing 一点。更重要的是把价值传递给消费者。当然，普通消费者他们大多数是觉得说一年四季吃到就好了。那只是我自己本身只是觉得说，就是我们相信你相信这个 ingredients， 它最好的时候就该吃它，就是不然 nature 为什么让它在这个季节是他们的盛产期？有时候会让他们知道说，其实台湾也有很棒的这种食材，我们要 share， 让多一点人知道。那也 in another way 就是去鼓励种的人。将在地生产食材的美好传递出去，希望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台湾食材是多元且多样的。这是餐饮业为了台湾味兴起的小革命。一粒种子，它只要不管它哪里来的，只要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成长了，就像是土地接受了它，就像是种子适应了它。那所以我觉得台湾味是应该是一种认同感。食材品种能在世界流通，唯有这块土地的风土谁也拿不走。但离开了台湾，走向国际，不使用在地生产的食材，是否也可以称之为台湾味呢？台湾味流行到世界去啊，可是台湾味是世界流行过来的，因为它没有什么包袱，所以任何的创新都可能在台湾出现。我在看台湾饮食为什么这么多元、这么丰富，就是说因为有太多地方，有太多人去改变它。我的茶也是来自全世界啊，我们用的是英属殖民地的红茶。外地的红茶遇上本土的粉源，成就了台湾日常饮食，成为文化本身。即便跨越地域的界限，本质也不会改变。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やっぱ日本人はそのお茶の美味しいか美味しくないかを見極める力はすごくあると思う。美味しくないものっていうイメージがずっと長くあったんですね。ミルクティーもすごく美味しくなかったし、香りも全然しなかったし、タピオカは本当にもう硬くてゴムみたいで、それをチュンスイタンが日本にできたことによって、本当に美味しいその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の味をみんな知ることになって、ですごく驚いて、たくさんのファンが増えました。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麻辣パクチー担々麺の2辛とアイスのタピオカミルクティーでございます。要将好味道移植到日本，得靠建立标准。でも台湾の味を本当に忠実に再現する、その高い品質で忠実再現するのは非常に難しいです。今でも苦労してます。面白いもので、同じレシピで要するに同じ砂糖の量、シロップの量、同じお茶の量、同じ作り方をしても糖度が変わるんですね、出来上がりの。タピオカを最後ドリンクに入れてこうかき混ぜるんですけど、そのかき混ぜ方にもルールがあるぐらいなんで。配方手法不能动，品管师练好舌尖，做品质把关，每天抽检饮料，并向总公司回报，做到极致，成就了站上国际的台湾味。多元驳杂的移民社会，在食物里面没有你你我我，只有好吃不好吃，新鲜不新鲜。这是台湾目前最有共识的一件事。我们在酸甜苦辣咸中相遇，留下历史的眼泪，有迎新弃旧，也仿古溯源，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生猛与细腻平凡激荡在风土里。明白了台湾食物，也就明白了台湾，明白了台湾味。什么是台湾味？一起探寻吧。